好，那我们继续讲。反正我讲完就下课，各位也可以提早下课。那我们中间也不需要这么多休息的时间 ，right？5分钟应该够吧？反正你要上厕所你就自己出去好吗 ？OK。好，那一个 tissue 呢，它今天是可以，如果今天是在有氧气的状况底下的话，它可以做 glucose， 然后可以做 glycolysis， 然后变成 pyruvate。那它的 mitochondria 在有氧气的状况底下，因为它有很多的 NADH 呢 ，citric acid 等等，它是需要很多的氧气的。在这个时候呢，只要氧气可以进到 mitochondria 里面的话，你觉得氧气可不可以mitochondria 有没有办法挡，让氧气进不去？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任何的膜可以挡住氧气，好吗？所以氧是可以如入无人之境的穿过各个细胞膜，或是 whatever 这些 membrane。好，那氧气进去以后呢，最后它就会进行 citric acid 或者等等，我们下一堂课才会提到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然后最后它就会产生很多的 CO2， 然后呢产生出很多的 energy。每一个地方讲的不一样，这边会讲说每一个 mole 的 glucose 可以产生36个 mole 的 ATP。OK， 但是它这边是没有算说它中间消耗了哪一些东西，要做这完整的过程，它需要扣掉一些成本。OK， 但是如果今天是没有氧气的时候，它 glucose 就只能够进行 glycolysis， 就是在 cytosol 里面进行 glycolysis， 它就是变成这个 pyruvate， 而且它还必须进这个 fermentation， 还产生 lactate， 它才可以让它足够又有 enough 的这些足够的这些 NAD plus， 它才可以继续进行这个 glycolysis， 它没有别的选择。它最后呢，只能够产生每一个 glucose 只能产生2个 ATP， 所以效率是差非常非常多的。OK， 这是为什么？如果今天我们有 mitochondria 的话，我们这些细胞是可以生长的比较好的。OK， 好，不过呢，在这个 Warburg 博士呢，他是1931年的时候拿到诺贝尔奖，他发现说非常诡异的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是一个tumor cell， 一个癌症的细胞或是一个分裂很快的细胞呢，不管有没有氧气，它都很喜欢走 fermentation 的那个 pathway， 而不喜欢走 oxidative 的phosphorylation 这个 pathway。即便有这个 glucose 呢，它产生 pyruvate， 它还是很多的会跑到这个 lactate， 而不去走这个 mitochondria 里面的这些有氧的这些。产生很多能量这样子的路径，这个叫 Warburg effect， 就是说特别 proliferation 很快的或者 tumor cell， 它就喜欢做这件事情。那所以可见你就知道说，他们又要长得分裂很快的话，它就需要产生很多的这些物质，产生很多的这些新的材料，它才可以分裂成更多的子细胞 ，right？ 而且它需要更多的能量。那第一个，它就需要更多的 glucose， 它能量上游的来源就需要吃更多的 glucose。那还有别的解释是什么？第一个，这些的energy 呢，已经足够，虽然它生产少少的 ATP， 但是这些 energy maybe 已经足够他们的 proliferation 或是 tumor cell 去使用。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它需要吃更多的糖，或是它的能量来源就有很多的糖 ，OK？ 或是说，除了能量不是它最重要的那些东西，可能是它中间 glycolysis fermentation。可能是 fermentation 中间的一些产物，才是这些 tumor cell 可以生长的更遏制更厉害的一些关键，并不是只考虑 energy 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什么样呢？你今天走 fermentation 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 release 很多的氢离子到细胞外面来，它就会让这周遭的细胞外面的这些区域呢 pH 值可以比较低，可以比较酸。OK， 在这样比较酸的环境的时候，它可以细胞外面有什么东西？细胞平常贴在什么东西上面？我们细胞可以分成身体里面细胞可以分成2大类，一个叫悬浮型的细胞，一个叫贴附型的细胞。悬浮型的细胞就是比如说你的血液细胞、免疫细胞，它在你的血液里面循环一直飘来飘去，它是不会贴住任何东西的，没事不会贴。发炎的时候或是它要做免疫反应的时候会贴。可是还有一些贴附型，就是你先摸得到这些东西，它就贴在某些东西上面，那叫贴附型的细胞。那它贴在什么东西上面？有没有人回答？不知道吗？知道吗？来。贴在其他细胞。贴在其他细胞，当然它会贴在其他细胞上面。除了其他细胞以外，还有什么？细胞骨架是在细胞里面的东西。对。有学过吗？
有没有？ECM 好，你要讲出来它的全名是什么才算一对？英文。membrane extracellular membrane，extracellular matrix，OK， 细胞外基质，细胞外基质是，然后还细胞外基质是一些什么东西？他一直想举手，然后但是就旁啊？什么？哦，他没有，他已经讲完了哈。对，因为它是一群什么东西？细胞外基质是一些什么东西？是一堆基质，是什么？就是一堆蛋白质啊。那细胞外基质是从哪里来的？谁制造出细胞外基质？你到底要不要举啊？好，那对，就细胞产生出来的，它自己吐出很多的蛋白质，吐了一堆蛋白质到外面，然后就变成细胞外基质。然后这细胞外基质呢，它就是 collagen 啊，或者就是它有一点柔软的程度，但是它又是有支撑力的。OK， 那个感觉怎么样？你就去摸摸看你的鼻尖，摸摸看你的耳垂，就是这种有弹性的，或是，但是又有一点支撑性的那个感觉，就是细胞外基质。然后你的细胞呢，就贴在那些细胞外基质上面。你的刚才是不是提到一个血脑障壁？血脑障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也是那个血管，它的血管最内层的那一个地方呢，叫内皮细胞。内皮细胞贴着的那一层也是一群细胞外基质。OK， 那些都会是 BBB 的一些 barrier。OK， 那这些你可以想象你的 tumor cell 要去转移到其他地方，它要脱离它原本那个环境，它周遭有很多的细胞外基质，它就把那些细胞外基质把它分解掉，它才可以有办法钻去别的地方。那有很多的 enzyme， 比如说 MMP， 就是很多的这些可以分解掉细胞外基质的 enzyme， 它是需要比较酸的环境它才可以作用。所以有可能这些比较酸的环境，它进行这个 fermentation 的时候，它可以 release 比较多 proton 到细胞外面来，然后它可以让附近的环境比较酸，所以呢，它附近这些细胞外基质比较少，它可以比较松散，它就可以比较容易转移到别的地方。就这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讲学一件事情，为什么生命是这样运作的，解释呢都是人给的。OK， 就是看你觉得合不合理这件事情。OK， 好。那有了这个东西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应用？如果我们今天学到，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说，它Warburg effect， 它就是很喜欢走 fermentation， 它只会让大部分都让这个 glycolysis， 它的能量来源大部分都是 glycolysis， 所以呢，它就需要吃很多的糖。所以 tumor 是很喜欢吃糖的一个细胞，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呢，尝试的去让我们去找到癌细胞怎么样用非侵入性的方式，可以全身的去很快的找到扫描一下，然后找到你的癌细胞出在什么位置。这个地方会用这个 PET scan， 叫正子扫描。OK， 这个地方呢，我们会用到一个带有佛的这个放射线的一个像 glucose 的一个类似物，叫 FDG。OK， 但是它是带有佛的这个放射性，它长这个样子，跟 glucose 长得非常非常像，但是呢，它不会被 glycolysis 所分解掉，它会一直保持这样子一个结构 ，OK， 但是不代表它会一直留在我们身体里面，它吃进去还是会被代谢出来，然后最后呢，会用泌尿系统慢慢把它排掉，所以它不会在我们身体里面停留太久。但是你今天打进去，它血液循环全身的时候，谁吃的比较多的，通常来说就是 tumor cell。当然，你身体里面如果我有一些例外，就你身体里面如果有一些发炎的细胞，或是喜欢分裂非常非常快的细胞也会吃很多这个 FDG， 但是通常来说，很高的可能性，你如果排除掉其他可能，很高的可能性，那个很亮的地方就是 tumor。OK， 比如说这是右边这个图是做完手术或处理过切掉 tumor 的一个病人的 PET 的扫描的graph， 那左边呢是做之前就是还有 tumor 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两块就非常非常亮 ，FDG 非常非常亮的地方，那就被判断是 tumor。做完处理以后，这两个地方就暗掉 ，OK？ 那你今天还有看到很多的 background， 对不对？比如说 K stand for kidney， 就是肾脏。其实肾脏啊，或是这些 bladder B 的地方，这些泌尿系统呢，也很多时候会
有这些 background， 就是它，因为你吃完它代谢，它就慢慢跑到肾脏，然后到你的膀胱，然后最后你就会排尿排掉。所以常常时候，你如果它就不适合拿去看泌尿系统方面的癌症 ，OK， 因为那个地方也会很高的 background，OK，但是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所以现在除了做这些事情，显影剂啊等等，或者现在比较多是做断层扫描 CT， 我觉得那个会看得比较清楚。OK， 好，那除了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一些 glycolysis 呢？中间有一个 enzyme 也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们要提到的另外一个概念是 gluconeogenesis。glucose 就是 glucose 的意思 ，neo 就是新genesis 就 production，gluconeogenesis 就是糖质新生，就是新生成糖的一个做法。那糖质新生呢，它是一个在 glycolysis 里面从其中一个产物叫 fructose 6-phosphate。它在第3个步骤的时候有一个 enzyme 叫 phosphofructokinase，OK， 这个 enzyme 呢非常的关键 ，OK， 它可以让它形成 fructose 1,6-biphosphate，OK， 在这个 enzyme 它如果今天它的活性是被受到细胞里面的环境的变化所影响，它的 enzyme 活性。如果它今天你细胞里面有累积很多 AMP、ADP。或是很多的 inorganic phosphate 的话，它会把它活化起来，因为它知道它产生更多的 ATP。OK， 因为那时候怎么都没有 ATP， 我的能量都只剩下 AMP 或者 ADP 或者这些没有 ATP 的东西，它就会把它活化起来。可是呢，如果你今天的细胞里面有很多的 ATP， 或是有很多的 citrate 就是你今天的 acetyl-CoA 跟那个 oxaloacetate 形成的第一个物质就是 citrate。OK，citric acid cycle 的那个 citrate， 如果它今天有很多这个 citrate， 就表示它中间是 OK 的，这些东西已经产生在后面，然后这都 run 得非常好，它就会抑制下来。它说你不需要再做这么多的今天已经有过量的 ATP 跟 citrate， 或是其他的这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说 fatty acid 的话，就会抑制它的酵素活性，所以它就不会再继续一直在那边做过多的这个 glycolysis， 然后产生出这些后续的这些事情。OK， 所以它是可以根据需求呢，然后去活化或是抑制下来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呢，这些 fructose，但这个过程 phosphofructokinase 并不是一个，这个过程呢是不是一个 reversible？ 就是说这个 enzyme 只能够把这个人变成这个人，这个 enzyme 没办法把这个人变成这个人，这个叫 irreversible。OK， 它只能把它变成它。如果一个 enzyme 可以把它变成它，也可以把它变成它，那个叫 reversible 的一个 reaction。OK， 但这个人只能从它变成它，不能再回去。回去要另外一个别的 reaction， 就是这个 fructose 1,6-biphosphatases， 这个另外一个 enzyme 才可以让它从这个 fructose 1,6-biphosphate， 到底谁取这些鬼名字真的是有够长有够，所以我不会太多考这些东西，但是还是要考试前还是要记一下，还是要背一下，你至少看过去的选项要知道好吗？我已经不考这些鬼东西了，好吗 ？OK， 但这些名字还是要记一下嘛。这 phosphofructokinase 还是要记一下好吗 ？OK， 所以这些 enzyme 呢，它就回去用这个人，它就会把它变回去，然后往回的走，最后可以一路做回去变成 glucose， 这个叫 gluconeogenesis。OK，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从 glucose 呢一路进行这个 glycolysis， 然后变成step 1、2、3， 然后一路到下去，然后最后变成 pyruvate。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glycolysis。OK， 但是我们今天也可以从 pyruvate 一路再回去变成 glucose。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gluconeogenesis， 其中有几个步骤是 reversible， 就是同一个 enzyme 它可以往下走，也可以往上走，就是第一个 step。OK， 然后跟第3个 step 跟第10个 step， 它都是同一个 enzyme， 然后要么往下走，要么往上走。OK， 所以它这几个步骤是 reversible。其他的地方呢，都是有2组不一样的人马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有一组只能往下走，另外一组人往上走。OK， 那你可能就会提到为什么我们需要 gluconeogenesis， 就是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现代的社会，我们才可以随时的可以有很多的便利商店，然后可以买东西可以吃 ，OK。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有这么样，方便的状况呢，你可以随时吃东西。我们必须要保持我们的血糖一直维持在恒定的状态。如果我们血糖过低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晕倒。
OK，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是没有外来的食物去补充我们的血糖的时候，我们只能够把之前的一些我们已经生成的这些物质呢，想办法再让它们这些糖的这些小物质，再把它想办法生成回来，变成 glucose。OK， 甚至用这些 glucose 过多的把它存在我们身体里面。当我们需要血糖维持恒定的时候，让我们全身的糖稳定的时候，就把这些 glucose 拿出来用。OK， 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 gluconeogenesis 这件事情。OK， 那当然回来就需要你要组装回来，就需要很多的能。你那个时候你已经不是在考虑要获得 ATP， 你反而是利用 ATP， 然后来去产生出来。所以它需要4个 ATP 跟2个 GTP 去产生出来一个 glucose。好，那在 gluconeogenesis 呢，最常的会发生在我们的 liver 里面，差不多50到60% 发生在 liver， 然后40% 发生在 kidney， 然后一部分是发生在小肠。为什么大部分会发生在这些地方呢？是因为这些细胞里面有很多的 gluconeogenesis 相关的 enzyme， 都是一样这样的概念。这几个细胞这些 enzyme 特别的多，所以它就会大量的累积做 gluconeogenesis 在这些地方。那我们的所以它会存在在把这些 gluconeogenesis 生成了以后呢 ，glucose 生成以后，它会形成一种东西叫 glycogen，OK， 肝糖存在在我们的肝脏里面。那平常的时候，我们需要能量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出 glucose， 然后借由血液到我们的身体各个地方去用。那肌肉啊等等，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些事情。那如果我们今天做了很多运动完了以后呢，甚至会产生很多的 lactase，OK， 比如说你的无氧运动，然后就产生很多 lactase， 它也是一个3碳糖。如果大家有记得，3碳糖呢，也可以用一些 enzyme， 然后最后变成 glycogen，OK， 存在这一个肝脏里面，所以它是可以这样子不断的一直上下游去做很精美的调控，最后可以保持你的 glucose 呢是随时要用就可以有用，然后过多的时候它就会储存回来，想办法去把它做最好的利用。OK，glycogen 呢，如果你今天在电子显微镜底下呢，它看起来是这样子，这是一个细胞核，然后这是在细胞质里面，就看到一粒一粒的这些，在 liver cell 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东西。你如果把它放大来看，它其实就是很多的这6碳糖，但是它是一个 long chain， 还有一个 branch， 然后最后累积起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链接起来的一个 sugar，OK， 叫 glycogen。那这些肝糖，你就可以知道说，我刚才是不是提到20 nanometer 以上的东西，它是没有办法移动的，所以它就会卡在 liver cell 的 cytosol 里面，不会动 ，OK， 不会动也表示说它没有办法被其他东西利用，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储存的概念存在那个地方，就永远卡在那个地方不动。它如果今天要动的话，它就必须要把它切割掉，把这些键节切割掉，变成小的 glucose， 它才可以运送到别的地方，才有蛋白质可以送它去别的地方，然后才可以把它送到要么血液里面，然后 release 出去 ，OK， 不然很多时候它就存在肝脏里面，就是这样。这也是很多的肝脏细胞里面也可以看到，这很多的 glycogen 在这个地方，它是卡住的，它是不会动 ，OK。就塞满在细胞质里面储存起来。那这些 glucose 呢，其实呢，它在 animal 里面是用 glycogen 肝糖所储存起来，在 plant 植物里面，它植物的营养来源是什么？光合作用 ，right？ 所以呢，它如果先生成了过多的光合作用，会帮助它们。光合作用其实它会生成 oxygen。OK， 那是对我们有意义，但对它来说也有一点点意义，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意义。它最重要的意义要去进行光合作用，是因为它要产生很多的sugar，OK， 产生很多的这 glucose。那生成过多的 glucose 以后，它就会用一个淀粉的形式储存起来。那淀粉呢，它也是一个跟那个glycogen 非常非常像，它就是一个很多的glucose， 然后链接起来 ，right？ 有这些淀粉就这样。那你觉得淀粉会累积在什么地方？在植物细胞里面什么地方？新叶。可不可以？我们现在在细胞生物学，不是植物生物。对，以一个细胞的角度好吗？新叶，我刚才
脑袋里面突然产生采茶的那个画面。在植物细胞里面什么位置？哪个胞器？快点猜。叶绿体 ，OK， 因为你今天光合作用，然后它会进行暗反应的时候，它就产生很多的，它用光合作用产生的很多的 energy， 然后去产生出很多的 sugar。那 sugar 呢，累积过多的时候，它就直接变成 starch 淀粉的形式。那因为你要怎么储存起来？就是直接卡在那个地方，不准给我送去别的地方，它也没办法送去别的地方，因为太大了。它要大的时候，它就用淀粉酶去把它切割掉，变成 sugar 或者 glucose 才可以送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你在叶绿体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淀粉在它旁边，因为它的生成就直接卡在那个地方。OK， 好，那我刚才有没有提到 beta oxidation？ 它会产生出最后的产物是什么 ？energy 跟什么中间那个环中间那个什么 acetyl-CoA，right？ 这 acetyl-CoA 呢，其实它就是它如果把很多的 acetyl-CoA 接起来，就是那个 fatty acid chain， 所以肝脏或者很多，他们也可以把 acetyl-CoA 呢，用很多的 enzyme， 然后慢慢把它再组装回来，变成 fatty acid， 或是最后再组装起来，变成一个 glycerol 跟3个 fatty acid 全变成一个 fat。OK， 所以我们细胞里面很多时候是可以一直正向的分解掉，然后获得能量，或是今天觉得，我能量很多的时候，我就把它储存起来。我今天还可以把这些已经分解掉的东西再组装回来。我们都有各式各样的 enzyme 可以去做这些事情。OK， 好，所以呢。常常我们会用，我们不是植物啊，所以不会用淀粉去储存，我们会用 glycogen 跟 fatty acid 或者 fat 去储存起来。就储存，当然对现代人来说，我们不喜欢 fat，OK， 太胖了，我需要瘦一点。对，我在你们这个年纪都号称吃什么都不会胖，现在喝水都会胖。对，你们过了30岁以后，你就知道，对，新陈代谢变慢以后，哇，瞬间的充气，砰就变胖了。对，以前怎么样都不会胖。对，莫名其妙，OK， 好，所以呢 ，fat 是一个储存 energy 比较有效的方式，是因为它今天不会吸水 ，OK， 而且它可以相对于这个 glycogen 呢，它可以储存的能量是2倍之多。那 sugar、glucose 糖水、蔗糖，它就是整天可以溶在水里面。什么叫可以溶在水里面？就这些东西是很喜欢黏着水的，所以 glucose 这些 starch 它是很会吸水的。所以它会吸一大堆水，然后这些 glycogen 呢，它就会产生跟这 fat， 它就会产生它原本的体积是6倍多，所以它吸了一堆水在那个地方。OK， 对，所以就形式上面来说，如果在一定的体积里面 ，fat 它是可以储存比较多的能量。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红色的地方就是用一个脂溶性的染剂去染，这样是一颗细胞，你会看到间隙的地方，这样是另外一颗细胞。OK， 然后这中间有细胞核，然后红色的地方就是一颗一颗的油滴。OK， 那叫 lipid droplet 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今天吃很油的时候，你就看到你的脂肪细胞里面，或者你的肝脏细胞里面 ，OK， 里面就这一些。你知道我们那个过了40岁、30岁以后啊，我们常常会去做健康检查。然后呢，我老婆也跟着我去做健康检查。我们就从一大早就开始要做很多，然后就是我老婆她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她说：“哇！”你今天是第一个检查出来没有脂肪肝的人，就前面那100个全部都有脂肪肝，对，而且其实很多人是瘦的，你不见得要胖才会得脂肪肝，对，你胖一定有脂肪肝，但是你不见得要胖才有这 ，depends on 你今天吃什么，你今天很喜欢喝手摇饮，今天很喜欢吃水果，那些果糖的，哇，他就很喜欢形成这样的形式，然后就会脂肪肝 ，OK， 你就是吃那些让你人生不会快乐的那些食物，对，才容易不得脂肪，才不容易得脂肪肝。OK， 人生真的好难。OK， 好，那我们最后呢，再来讲几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今天的生物，很多时候，比如说 yeast， 它可以生长在有氧的环境跟无氧的环境里面。OK， 那它哪一个会生长比较好 ？OK。答案当然是有氧的环境，因为如果今天它是可以有更多能量的话，更多 ATP 的话，它就可以在有限的这一些 energy 的glucose 的来源之后，它就可以产生更多的 ATP， 它就可以生长得更快更好。OK， 所以它就不需要去走那些 fermentation 的这些路，那是因为人很贱，要他们做面包，要他们做酒的时候呢，不给他们氧气的时候，它才会没办法，为了活下去才会去走 fermentation 这件事情。OK。
好，那为什么今天本来是在氧气的环境里面呢，换到无氧环境里面，它就会自动的去走这些无氧的这些路径呀？原因是什么啊？就是它今天太多的这些 NADH 累积在那个地方，然后没有 NAD plus，OK，所以呢，它就会开始，你累积了很多的 NADH 的时候，它就会开始活化这些相关的 fermentation 的 enzyme， 它就开始做这件事情。OK， 它自动就开始活化起来，才可以让它去做 glycolysis。反之呢，如果你今天开始有氧气的时候，你的氧气会比这些 enzyme 做得更快，它可以更快的让这些 NADH 变成 NAD plus。只要你有足够的 NAD plus， 它就不会让这些 enzyme 可以去作用，所以它就直接是可以直接走一路下去，然后走到 mitochondria 里面去做这些后续的这些有氧的生成更多的 energy 的这样的状态，它就不会用这些 enzyme。OK， 所以所有的关键，你可以把它视为都是在今天有没有足够的 NAD plus， 有足够的 NAD plus 就会一路走氧气的这些高能的产的这些 pathway。不够 NAD plus 的时候，就会被强迫这些 enzyme 你累积过，或者换句话说，你累积过多的 NADH 的时候，这些 enzyme 就被活化起来，它就开始走 fermentation。细胞里面就是靠这些 enzyme 什么时候去 sense 这个环境，然后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最后它就会让这整个细胞会有一些这样的 response。好，那我们一直提到这个 citric acid cycle， 它是当初是这样 Hans， 它也叫 Cribb cycle。OK， 那它当初是被这个 Hans Cribb 所发现的。那他在1953年呢就得到诺贝尔奖。但是我们这些东西，就是让我们生化念得很痛苦的，当初都是非常重大的发现啊。对，那他当初怎么知道它是 cycle 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OK， 他怎么发现的？第一个，那个年代呢，才慢慢的开发出来，因为我们要研究究竟生命是怎么运作的。OK， 所以对我来说最好的模式就是细胞。所以呢，那个年代还在建立怎么样用细胞培养细胞的一个状态。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怎么样开始培养细胞，就是去不要剁人体啊，剁动物的组织块。OK， 剁一小块，比如说你要肝脏的细胞，你就剁它的肝脏组织块，要活的，你不要那个已经死掉煮过的猪肝拿了都不会有东西，就是活的，剁一小块，然后丢到这个培养皿上面，然后你就剁那个组织块，然后最后它只要给它足够的营养，它那个组织块里面还有很多细胞，它就会分裂，然后最后就会在你的培养皿上面分裂出来，就可以慢慢的养出来这个动物的肝脏细胞，类似这样的概念。OK， 你可能会想，我会把它剁死？不可能，你没有这么力，你去剁我放一个头发在桌上，你要剁你都剁不到它，你剁横的可以，剁直的你剁不到它，所以还是有很多细胞没有被你剁死，所以它就会分裂出来。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这些细胞我要用什么营养去养它？如果是你们在那个年代，你不知道这些细胞需要哪些养分的时候，你会拿什么东西去养它？水吗？要喝水才会长大，是吗？喝水，你如果这些细胞你倒水下去会怎么样？啊？会怎么样？会爆开来。为什么会爆开来？渗透压的关系。OK， 那就对，它就爆开来。所以不是水。那你怎么知道它有什么营养？你会拿什么东西？你们是不想觉得我问题太简单，然后不想回答我，还是怎么样？啊？你会拿什么东西来养它？不然这培养液有没有？你不要跟我讲，我就会拿培养液去养。培养液是后来人发现的，好吗？当初最早的时候还没有培养液 ，medium 还没有 medium 的时候，最早的是什么东西？那是肉汤。是台南的那个牛肉汤的那个肉汤吗？那什么样的看？什么叫肉汤？血，OK， 我刚才是不是提到，我们吃下去以后，我们所有的营养要散布到全身，都是我们的血清 （serum）。血液里面有血球跟血清，就你把血球全部沥掉，那个上清液就叫血清，那里面就是满满的营养，所以吸血狗会吸你的血清的。OK， 类似这样。所以当初就是直接抽那个动物的血。
然后把血球弄掉以后，就直接泡在里面。后来才慢慢知道说它究竟需要哪一些矿物质，需要哪一些东西，才有 medium 这个东西出来。但现在呢，我们在养细胞的时候，我们已经调配有人工的 medium。你们如果有加入实验室，应该知道叫 DMEM 是一个最常用。但是呢，还不能够，你细胞可以活着，但它不 happy， 它还是不会长得很好。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用10% 的动物的血清，比如说胎牛血清，就抽它血 ，OK， 然后去养，那可以养的比较好。OK， 好 ，whatever。那在做这些培养的过程里面呢，它活得很好，他就发现说，这些细胞在长的时候，它是需要氧气，那也需要 CO2，OK。然后他也发现说，这中间生长的过程里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中间的 enzyme 跟中间的这些 metabolism 的 pathway， 比如说这 CTRA 啊或者什么的这些都有观察到，他都已经知道谁是上下游 ，OK 做这件事情。那可是呢，他怎么知道说，究竟他是怎么样在 run 这整个事情，或者说他中间就有一点卡住，就觉得为什么这个有时候又是他的上游，为什么他觉得就是怪怪的，他上下有一点怪怪的。对，他只知道这些人都是很重要的几个前后的关系，大致上是知道的。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做什么？就用这个 Manolate， 就 Succinate 跟这个 Manolate 其实很像。Succinate 是这个地方，它化学结构长这个样子。那 Manolate 长这个样子。他们这边有没有化学背景的同学？他说，据说他看过去觉得非常的像。哦，我看过去觉得非常的不像。对，但是I don't know， 这两个为什么会一样？对呀。不一样啊，对我来说不一样，但是对化学家的眼睛看过去是简直双胞胎一模一样的感觉。OK， 好，大家就先认定说这两个很像，好吗？Succinate长这个样 ，Manolate 长这个样子。所以呢，你今天长得很像什么？它就会碰到它去作用的那个 enzyme 会作用那个人。所以你今天加了很多 Manolate 的时候，这个 Succinate 呢，本来会被这个 Succinate dehydrogenase 作用，然后变成这个后续的这个物质。你加 Manolate 以后，它又会拜住这个 Succinate dehydrogenase， 可是它不会作用下去，所以它就会一直停在这个地方。OK， 所以你今天加了这个 inhibitor 以后，理论上你给它上游的 feed， 这些上游的这些物质来源，最后它就会 accumulate 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没办法做下去，它就累积在那个地方。这就是一个概念。可是呢，他发现说加这个地方这个会累积，你加在这个 block 后面的这个地方，居然也是都是这个地方会累积。那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也是他的上游，这个人也是他上游，这个人也是他上游，最后就会知道，你就应该画一个圈 ，OK， 才会知道说这整个件事情是一个cycle 的一个概念去做这件事情。当初的时候，实验设计就是这样去作用 ，OK。好，所以最后呢，你就知道 pyruvate 呢，它会经过这样子，然后不断地一直加更多的 pyruvate， 它就会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 cycle， 到最后产生出它的这些作用的物质。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又要开始做，我们有几堂课会稍微快一点，而且因为你们都没什么反应，我可以教得更快。这样是会鼓励你们不要有反应啊。OK， 你们可不可以取有创意一点的昵称，可以吗？有点难。